Hello， 听得到我说话吗？对呀，刚洗完澡，然后呢，敷着面膜。洗完澡就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护肤程序，就是有条件的话可以敷着面膜。好久不见呐，大家，好久没有跟大家以视频的方式聊聊天了，真的很想念大家。然后呢，虽然就是因为我可能还不是很适应这种对着镜头，然后大家在留言板，然后这种自说自话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和大家有不同的方式见面，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能量的一个事情。对啊，我也想大家啦，提早啦，就希望能够跟大家多聊聊天嘛。对啊，菏泽的面膜还是非常的服帖的，效果非常好。等会我再把面膜摘了，去稍微吹一下头发。因为正好洗完澡了，然后被大家聊完，今天美好的一天就结束了，就可以早点睡觉，早点休息。然后因为这个月，对，这个月上个月，然后有亲戚从国外回来，然后呢就带着他一起，大家也看到一些照片，去爬了长城，而且去爬了那个司马台的长城，听说是比较险、很野、很陡峭的一段长城，确实风景非常的好，是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是天气有点热，然后去逛了一下故宫啊、天坛啊，然后颐和园啊，就带着我这个亲戚，然后到处走走逛逛。后来还去了，又去了清华大学，然后呢，后来又去了成都，去了青城山、峨眉山，然后我自己还去了一趟五台山。我觉得这个中国真的有很多很棒的景色秀丽的山峰，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爬一爬，然后登高望远，欣赏一下风景。然后现在我觉得徒步啊，包括一些水上运动啊，都是非常流行。朋友也有的时候约我去玩那个叫什么桨板的，对，尽量不坐缆车吧。我一般如果坐缆车的话，上去不坐，下来坐，因为其实上山容易下山难，因为你上山已经耗费了很多体力，很累的话，你下山其实是要一直盯着底下，然后这时候你的腿已经可能没力了，开始抖了。如果不经常锻炼的话，所以就很容易摔，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然后也很容易伤膝盖。所以我一般建议是上去，大家有体力的可以爬一爬，那下去呢就建议可以坐缆车，我觉得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不容易受伤一点。对，突然清晰了，因为这次准备了支架和大灯，所以大家就会看得更清晰了。
我现在来看看啊，长城大概2个小时吧。对，诶，哦，喜欢盲盒吗？好像我对盲盒没有那么的感兴趣。拍摄芭莎大片，透过镜头感觉你想到了一些故事和场景。其实我觉得我是很喜欢和一些优秀的团队，摄影师也好，然后他们的整个的策划创意团队也好，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用心。然后呢，场景的布置，想要表达的情绪，其实你要迅速的捕捉到大家合作的一个想法。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了，包括第一次体验了什么叫撕拉片儿。对，哎呦，我说这不就是对，当时我还问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这是拍立得吗？然后他说这个是非常流行的撕拉片儿。我香港演唱会后台有什么趣事吗？哎，香港演唱会还真的是老天保佑，对，老天保佑没有下雨，所以非常的好。而且听说当时我那朋友讲说，整个其实香港都在下雨，唯独就我们有个那个夹角，演唱会那个夹角没有下雨，所以大家非常的幸运，也是老天感谢。近期工作计划，我们先慢慢聊啊。然后，反正我现在觉得夏天出去的话，徒步啊，走走逛逛，感受大自然，我觉得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大自然天地万物之中都有灵气，我觉得非常的滋养我，然后也让我的身心跑完山以后，让我整个人的状态会非常的好。对，然后最近也是因为前一天跟妈妈在那儿聊天嘛，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就是在卖那个杂志封面上线的那一天，其实妈妈一整天都很忙，在家里一直抱着手机，然后呢，调动一些亲友啊，包括一些员工啊，然后一起支持我的杂志。然后呢，他就在这里算谁多少本，谁多少本，然后怎么支持。然后呢，一看这个数字一下子冲到了很高，然后呢，我感觉妈妈那一刻就是都很动容。她说我现在特别想哭，然后呢，她说你真的，她就说儿子你真的很幸运，有那么一群一直很支持你的粉丝，然后真的是，昨天她也用了这个词，她说真的是在托举你。然后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很有力量，
妈妈在帮我在这儿统计啊，家人买了多少本啊，然后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买了多少本啊，然后一看这个数量，然后再加上粉丝的支持，妈妈就是因为其实可能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因为妈妈可能觉得就是这个杂志的销量是体现了一个商业价值，然后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粉丝还是依旧不离不弃，然后依旧是全力的支持，我的事业，支持，我做的事情。真的，妈妈说她那一刻她特别想哭，她特别感谢所有的粉丝给予的支持，然后加上这2天，然后又要卖，新专辑又上线了，粉丝也是在支持，然后想争取拿下下一张白金唱片，真的很感恩。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其实我看到妈妈的付出，包括看到所有粉丝的付出，我很感动，然后也很感恩，就是真的能够遇见大家，然后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命运的安排吧。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直接受到这个能量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去做，我要怎么去做才能做得更好，怎么样去做才能回馈给大家的支持。对，很感谢大家这个月的全力支持。我和妈妈都在这里谢过各位。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然后财源广进，顺顺利利，心情舒畅。然后不知道，听说，对吧？这个大家对于化妆品这个品类的反馈都不错。可能因为我分享了一些我的护肤小心得给他们，然后用起来怎么样？夏天了，所以会有点瘦了，因为流汗很多，大家都知道我出汗很厉害嘛。对，未来都会好用的产品都会长期挂在上面补货的。然后我自己反正也是用起来了，慢慢我觉得其实很欣慰的是，就是慢慢的穿啊用啊，然后都用自己家的产品，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说实话，就是真的4年了，再次收到杂志房的邀约去拍摄一个封面。其实如果从心情来讲，其实会有一种问号，就是在我脑海里，你还会拍吗？你还那个感觉还在吗？然后但是后来到那儿，熟悉的感觉就全回来了。其实非常的顺利，然后拍摄的也非常快，然后合作的也很愉快，我认为是很快就那个照片就出来了，然后一看就是有点拍摄都很习惯，但是呢就是有点没习惯的是，好久没有被人这么夸了，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
以往所有的在拍杂志的时候，都会摄影师啊，包括摄影师助理啊，包括创意总监啊，都说好看，好看，太好看了，真好看，好看，好看，哎呀，太棒了。然后就是不习惯的是这个，然后很久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因为以前是经常会拍杂志，所以已经习惯了可能这种方式，就这种夸赞神医生生夸赞当中迷失自我的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才就一开始我就会有点想笑场，就是没太习惯，就因为很久没有这种拍摄的氛围和环境了，对，有点不太适应，对，有点害羞。对，然后访谈，也是，其实有很多话想对大家说，也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也想跟大家分享。也很久没有，其实说实话这次直播非常认真，准备了哈。其实就是以前是访问太多了，有的时候会同样的问题出现很多次，但现在就是说，有这样的次深度采访，也是突然有了一次很好的一次自我的思考。对，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这段时间的一个感想吧，就是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一次机会，和一位教授在一起吃饭。他说，人生，他说你只要能做到《论语》，对，应该没错，《论语》里面的前3句，就会很幸福，很快乐。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学而不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思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说这3句话，就是先问我们是怎么理解的。那我说学而时习之，就是我们以前在课本里啊，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是说你要经常去温习功课，才会得到新的知识，这样才会感得到开心。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教授他说其实啊，就是他发表了他的意见，就是说习字原来是一个羽毛的羽加一个字，它是意思就是说，鸟要自己学会飞翔，飞翔能够飞出去，也能够飞回来，可以展翅，也可以收翅。然后他说，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人要学会知进退，才会快乐。我说，哇，我说跟以前这个老师说的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老师说的对。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呢？就是说，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一些事情，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好，人不思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呢？就是这个好像有点忘了具体的解释什么，可能解释的不是很准确，我在这里就先不说了。然后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去了五台山，就是也是见到一位师傅啊，也跟他聊天，我就聊起了这段故事。他说，其实第一句话呢，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说，其实是人要时常学会和自己独处。人如果能够和自己能够很自洽、很独处，
和自己能够沟通交流，常常反省，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人学会独处，学会自我交流。我说，又给了我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看过一本书或者读到一句话，其实真的不同的老师也好，高僧也好，可能给予我们的解读，都非常的不同和不一样。这依旧是让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学东西，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匮乏，因为自己懂得其实可能仅仅只是一个皮毛吧。对，所以一直就是这些跟这些老师跟这些人交流，我都会放在我心里，然后告诉我自己，看不进的书其实也要去看，读不懂的东西尽量去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一辈子有限，能够学的东西也非常的有限，只能说尽力去学习。对，不会出家。然后结果有位那个老师傅，他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出家？他说出家人男的可以出家了也可以还俗，可以有7次机会。我说不了，我说我还放不下这个城市。我去等我一会儿啊，我去把脸洗了，涂一点水乳啊，稍等我几分钟。我来了，吹了一下头发。还没有怎么吹好，感觉乱七八糟的，把它吹干了就行了。来啦！然后不是写了那个叫什么？音乐剧上嘛，上写了哪儿？哈利波特和那个叫什么来着？上我写的是什么？写的哪2个？音乐剧。阿拉丁，对，终于有人在认真听我讲话了。出汗了，房间有点热，我空调开一下，有点热。阿拉丁和哈利波特是吧？那当然要问你们啦，考你们呀，写了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看啊？对，然后后来我又看了2个音乐剧，一个
一个叫那个Wicked 女巫，坏女巫翻译过来叫，然后还有一个电影，然后其实我一直蛮想，本来就是下一篇要写这个的，本来是要写这个的嘛，然后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就分享了。然后Wicked 讲的就是一个绿皮肤女巫的一个故事。因为其实他那里因为讲了很多，他讲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又讲魔法什么的，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看的有一点点的艰难，就是我英文虽然还可以，但没有好到那种程度。然后当时做了一个，因为是临时决定要去看的，然后路过了那个剧场，吃了一点东西就买了票就进去了，我自己一个人看。就是当时其实我就很疑惑，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那个女主，然后呢，男主很优秀，也喜欢那个女主，就当时我就特别没有看明白的是这一点。于是呢，说来也很巧，就是在我回程的飞机上，有这部电影，是 A 妹主演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这个音乐剧版本的，音乐剧版本的那个可能没太看懂啊，全程英文的，那我看看有字幕翻译的，看看是不是能够，就是说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结果我看完了电影版的，我感觉我还是没能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女主，然后对，就是因为她特别。这个是我非常困惑的一个点。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逻辑，我觉得就因为他的身世很可怜嘛，或者是因为什么？我觉得在我的世界里，可能他这个逻辑可能一环扣一环，可能还没那么强。对。然后，但是后来我第二天因为去买那个，因为在那个时代广场下面会有一个专门卖打折票的地方，我就去买了一张打折的票，下午场。对。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心念念，我一直因为我们在大学里演过那个音乐剧，就是女生演过那个音乐剧的汇报片段叫《芝加哥》，是个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片段，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然后我们当时汇报演出的时候有演那个片段，所以呢我就记得。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满脑子都记得我买的那个票叫芝加哥。然后呢，我走到了芝加哥的剧场，发现我没有带票。然后已经开场了，我说哎呀，太笨了，忘在酒店了那个票。然后呢，我又走回去拿票，又走到那个剧场，然后结果我到那个剧场以后一看，我买的不是芝加哥，我买的票是那个 Hell's Kitchen 地狱厨房。我当时那个心，我真的我在那个 borderway 上，我已经赶紧感觉自己要崩溃了。可能我特别想去看芝加哥吧，然后就是鬼使神差，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又开始找，
我说 Hell's Kitchen 的这个演出地址在哪？因为不懂嘛，然后用那个导航用的不是很明白，我就一路问人，然后问到有个黑人，我说就是街上的路边的，我 Hell's Kitchen 那边都是那个，我指了一条吃饭的地方。我说不，我说是那个音乐剧怎么的。后来就是其实也不难找，就是隔了一点街区，其实也不难找。后来我就进去了，哎呦，我要把空调再关一下，又有点冷，对着我吹。然后呢，我就不是进去看了嘛，哇，真的，我觉得不要怕过程曲折一点，或者是艰难一些，真觉得 Hell's Kitchen 是我看了，就是那几天看的最好看的一部音乐剧了，真的是最好看的一部剧。它讲的是一个17岁，就是一个混血，就是黑人女孩，一个混血的一个成长故事和她妈妈之间的发生的故事。哎呦，看得我真的，我在这个剧院里就流泪了。可能我英文不是那么好，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整个因为我那天我买的票非常的好，我坐在第3排，他们喷出来的那个唱歌可能会有那个唾沫飞溅，我都能看得清楚的。剧场也不大，真的演员非常棒，特别是演妈妈的那个角色的那个女演员，躺在地上边退边唱，然后那个高音的整个声音的穿透力，真的让所有的观众都忍不住不停的鼓掌。它里面有个桥段是，妈妈误会了女儿，就是因为女儿有个很喜欢的一个男孩是在工地里上班的，然后呢，他们就类似于进入了一种恋爱的状态，女孩把他带回了家然后两个人也没干什么，就是躺在了一起，抱在了一起。他妈一推开门，看见这个情景，就立马报警，就抓这个男孩，打就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去。然后从此就是这个小孩，这个未满18岁的小孩就跟他妈妈产生了隔阂，因为他妈觉得他是未成年嘛，确实，但是他们其实也并没有发生什么东西。然后他这个小孩就跟他妈有了矛盾，有了隔阂。然后他妈就唱了一首歌叫，我不知道名字叫什么，它里面就是2句英文单词 ，Give me a moment, give me a second。哇，就是他就是在表达，我能听懂，就是他那种倾诉，就是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哪怕1分钟，哪怕一个瞬间，能不能让我们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你能够也听听妈妈的心声。就是我们经常其实也这种事情应该也经常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周围，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太任性啦，或者是觉得没有做好啊，疏于了和家人的沟通啊，或者是不理解啊，吵架呀，这种事情可能时常有发生。现在呢，我觉得就很好了，我又联想到我成长的一些东西和妈妈的一些事情吧，就真的就是在剧院里就忍不住就流泪了。所以现在我也是很多时间，我只要回到家，我都会坐下来听妈妈说说话，然后尽量跟她好好沟通啊，不要去大声啊，不要去争吵啊。对，然后还有一个片段是，因为这个小女孩有一位老师是教她弹钢琴的老师。然后反正也是有矛盾了以后呢，这老师说了一句话，叫应该是没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 listen to the pain， listen to the pain， painful 还是 listen to the pain， 就是我们要聆听我们的痛苦，就我们要去问我们为什么会感到痛苦，
我们为什么会感到焦虑，为什么会感到悲伤不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情绪。其实我们很少人就觉得感到悲伤了就是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悲伤，为什么会感到烦闷，为什么会感到所有的这些东西。情绪来到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我们先去思考为什么，然后呢，要允许它来，要允许它走。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改变一下情绪带来的可能负面的影响，如何用积极的状态去解决这个情绪所带来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人生的一个思考吧。然后他这句台词也是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感想。因为因为他的那个老师得了癌症，得了绝症，就是在不久的时候就要去世了。但是她这个女主角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她发生争吵、父母的不理解和男朋友分手等等，真的一切可能在青少年看来是天大的一个事情，但是她不知道她的老师其实已经活不了多久了。然后那个老师跟她说，你要聆听音乐，聆听自己的心声，聆听你的痛苦。你的痛苦会教会你很多东西，痛苦会让你成长，痛苦会让你教会很多东西。然后怎么去用你的感受，把你想说的、想表达的都表达出来。对，所以我如果推荐的话，我会最推荐这一部，就是 Hell's Kitchen 地狱厨房非常棒的一部音乐剧。所以我真的其实我很喜欢看音乐剧，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喜欢唱歌，一直喜欢站在舞台上。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每一场演出都要情绪饱满。因为我在英国看的那个 Moulin Rouge， 我都能清楚的感觉到他们的情绪，流泪、痛苦、崩溃。包括这个 Hell's Kitchen 的这个妈妈，忍不住的让人坐在前排的观众忍不住的就是要给她鼓掌。就是那个边唱，声音又穿透力饱满的表演，然后同时这个两行泪就下来。他们要如果每一天演出的话，他还不像，就是我们如果是影视的话，我们可以有 NG， 我们可以再来一遍。但是在舞台上就是一气呵成的，就像在演唱会上一样，就都是一气呵成的一个表演。真的非常喜欢音乐剧。如果有机会，真的，现在我就觉得应该好好锻炼，保持好体力。真的有机会能演一个音乐剧，也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对。好，然后就聊聊，我第一次拿到实体，就是拾荒者的实体专辑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做的非常有质感，那种有种破碎的美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要问大家，这个深蓝者、曼陀罗和拾荒者最喜欢哪一张专辑？今天记得是什么日子吗？我记得啊，今天从我去茶店，第一次去茶店，过去3年了。喜欢下一张，下一张还没有感觉呢。哎呦，
你曾经有没有特别想做但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但做好这个事情，这个技能在投入的成本为大。确定自己吗？还是有什么心让从完成0到1的跨步？特别想做的，其实我如果有特别想做的事情的话，我应该就是会直接去做了吧。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能够尽快的出现在荧幕前吧，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吧。什么时候再来成都？不知道了啊。没卡，没卡，我不一直在说话吗？是啊，是很热啊。最近的全国都在一个高温的情况下，所以大家呢要注意防暑。说到这个，大家肯定最关心都是禁足的事情。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些偏方来邀约想有要合作的这个意愿，包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一些朋友推荐，然后呢，国外的戏也好，然后加上大家一直看我都在学英语，然后也是一直去准备这个机会，然后呢，面试啊什么其实都挺顺利的，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环境也好，包括可能这个国际关系也好或者什么，所以很多的项目它的推进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和顺畅吧，然后就是导致就是一直处于一种，因为大家也知道，本身演员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等待的一个这样的职业，然后后来就是在有一次跟一位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那干嘛不先动起来呢？”他一句话就点醒了我，就因为等待，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的，等待都是有一个耐心的。我也是一直在等待，也很在一种很焦急的一种情绪当中，然后呢，也是一直也在开发自己的本子，但是自己的本子投入是比较大的，所以因为我也包括现在的电影市场啊，我也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然后，但是后来跟那个一位老师聊天，他说，等待也是有等待的成本的。你在等待的同时，也是消耗了自己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是思前想后，我觉得，已经让大家等了很久了。因为也是一直有希望进来，觉得快了。但是我觉得，就反正我是不想再等下去了。我决定先自己要想办法做一点什么，然后回馈给大家也好，然后表达自我也好，就是可以，反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多了我就不说了。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出发的人，喜欢行动的人。因为如果让我一直等待，我说实话我会很焦虑和很不安，因为我没办法控制很多
很多的事情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让自己成为主要的推动人，主导起来，然后把这个事情做成，就像拍纪录片一样啊，纪录片也有在计划了啊，就是新的题材，因为这样拍完那个你也要在想要表达什么东西，明年应该就会纪录片，然后今年就是争取有带新的形象，新的不一样的新的可能表达也好，新的形象也好，出来跟大家见面吧。对，我是希望今年是下半年，这就是我要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了。对，然后呢，对吧？我说了，我是个喜欢出发的人，妈妈呢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直播，就是因为真的很感激所有的海蜇们，那守护着这个梦想，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一直托举着我。所以妈妈非常的可爱，妈妈找了一篇她非常喜欢的散文，对，应该说可以说是散文吧。然后说你就在直播间读这个，妈妈很喜欢。然后呢，相信就是粉丝也会很喜欢。我说，然后在我来香港的前一晚上妈妈就说来，你先读一遍给我听听，然后演练一下。我说好，我说既然妈妈想听，但肯定要先满足妈妈的这个要求。然后就把这篇读给了她，就是调整一下坐姿，舒服一点。就是大家今晚的晚睡故事。我喜欢出发，汪国真。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是遗憾，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们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时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
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为一路的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妈妈确实很懂啊。这篇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王国珍呢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1956年出生于北京，2015年逝世。他的作品以诗歌为主，兼具散文创作，风格清新明快，积极向上，受到大家的广泛的欢迎，广泛的喜爱。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有什么感想的？反正我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和妈妈也去探讨了这个这篇文章的这个主旨啊和一些感触，有一些很喜欢的。他说到了，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是双脚，还有未来。其实这个说的很好，就是说我的理解哈，妈妈的理解，她更像是说，我们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注解。然后呢，读书要向内出发，行动是向外出发，所以心灵和身体总要一个走在路上。那在我看来，这句话写的是，你不管过往发生了什么，它都是过去了。你曾经看过的风景，到达的高度，都已经是过去了。有的时候，往往是你可能有一些成就，或者是会有些成就，反而会成为了你再次出发的绊脚石。因为你忘不了可能站在一个很高处，然后受人追捧，受人就是爱戴，然后一种虚荣的名利的一种假象，反而会让你无法再次前进出发。我觉得他这个前面写的山再青，水再秀，风再温柔，它都已经过去了，那都是我曾经去的地方。那我就要去探索新的风景了。我觉得去突破新的自己，去继续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去继续出发。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不希望在哪个地方去困住自己的身体，困住自己的心灵。我希望我和在屏幕后面你们的心灵永远都是自由的。对。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多出去爬爬山啊，旅游啊，是吧？去那些可能看过一些书里描绘的景象啊。我还挺想去那个看看敦煌的莫高窟，人类文明的瑰宝。然后呢，欣赏一下塞外的风光，戈壁风光，告诉你什么是大漠孤烟直。然后黄山的云海，诠释何为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黄山、泰山，对吧？这些风景优美的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要记住哦，我们去爬去看，只是说和大自然亲近。我觉得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包括登哈巴雪山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征服一座山，我们没有能力去征服任何自然界的像这么庞大的
自然界的任何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能说以一个征服者的心态，我们只是一个亲近者，以他们共处的一个心态去相处。他们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窗口，让我们体验了那时那刻那景的一个感受，去以他们的方式去可能治愈我们。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生活的城市多多少少都现代化啊，高楼大厦呀，它都很难，阳光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照不进来了。我记得我朋友开着车，我在成都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我还没发出来，在我的手机里。它是一个正在修建的一个大楼，有那个支架，正在修建的那个支架。然后呢，我会说啊，有彩虹，哇，一个很短，我没有见过很短的彩虹，很短，就大概就在天空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很短的一个彩虹。然后我就心想，哇，可能这么斜的夕阳可能在深圳、在北京其实不一定能看得到了，在不同角度可能就被建筑挡住了。但是我在成都的路上我还看到了，然后正巧有一架飞机从那飞过，然后我就把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段给抓拍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当中非常美好的事情。希望大家也可以经常有心境啊，让自己停下来，喝口茶，感受一下这样的美好。对，所以呢，我们终究是要出发的，对不对？不论是翻开一本新的书，还是踏上一段新的旅程，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我觉得对待生命，对待只活一次的人生最好的回应。每一次出发，每一次旅行，都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去感受历史，感受人文，感受不同文化，包括不管是也去了峨眉山山顶，看到了很庄严的山顶，也去了青城山，也去了这个爬了整个山，然后也看了道教圣地，就了解中国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人生是一个，包括很多朋友也这么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你要去磨练自己的心态。那当然我们这个虽然说灵魂很重要，但是毕竟我们活的是用我们这个躯体活着，当然这个也得要锻炼好，休息好，保持状态好，整个人看起来很好，也会给自己一种心理的暗示，我很好，对，我做的不错，给自己鼓劲。所以让自己成为更丰富的存在，既有文字浸润的沉静，也有风雨打磨的从容，在读与行的循环里，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对，反正最近也是把生死疲劳读完了，我觉得真的是一本很棒的书。我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厚的小说了，哇！而且就是一直让你有想读下去的欲望。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眼。没事，今天不着急下班我看看还有什么能跟大家聊一聊的哈，我们都准备了很多。生死疲劳还看了什么东西？有的就是粉丝送的书，我也有翻一翻，然后看一看。其实读大家给写的信，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文字是我认为非常有力量的东西。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
难坐下来，就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坐在电脑前写一篇文章、打一篇文章，真的需要静下心来。其实我们在这个忙乱的这个生活节奏当中，确实很难静下来。我自己可能会打坐啊，现在我觉得也要把这个，因为之前在疫情的时候，确实打坐有念一些经，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让自己更多的思考。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很棒的，所以我决定，现在也是自己要把这个重拾起来。下半年我要好好努力，下半年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我一定要把这个下半年的事情做好。然后还和妈妈讨论了一句这个话，她说，这个文章里说，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不是问，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其实我就和妈妈就说，我说这个和我们的家训很像啊，对吧？我们的家训就是坚持、坚强、坚信。首先你要坚信自己的方向，迷茫的时候要想我自己到底要什么，就像有的时候也要跟一些很有能量的老师啊、长者啊去聊天，就像他说，一下点醒我了。等待也是一种成本。我说啊，对啊，我在等待当中、期待当中，可能就少了出发的动力，或者是这段时间就过去了，过去就不会再来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好与坏，不管怎么样，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人会觉得好或者不好，但是我得先动起来。即使第一次不成功不好，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一直做，坚信，坚持住，他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笨鸟先飞嘛，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其实是个笨鸟了，所以我喜欢多做，所以我觉得就是让自己一直要行动起来。好了，不能慢慢来，谁说的慢慢来？急死我了，等不了了。好了，希望每个月都可以跟大家有一次直播，然后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儿，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些历史题材的书啊，听听书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下次哪里见？下次先别着急见面，我先把这个作品的事情，对吧？影视的事情去弄好，然后下次再给大家读新的晚睡故事啊。
English, please. I'm from India. Though to understand. Love you guys. Good night. 下次朗读英文的 ，OK。好的，下次准备一篇短的英文的。Keep in touch. 拜拜，下线了。唱首歌？谁发的唱首歌？可以，清唱一小段儿。想听什么歌？快！最后的机会了，不听我就下了。晚安，唱歌。好的 ，Sing a song。想听什么歌？快！新歌，不要调皮。最近听了哪个歌来着？哎呀，就不唱自己的歌了吧？想想，哦，我觉得可以，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听，就是五月天的《知足》，我觉得还蛮适合。哎，我的手机呢？我就把能记得唱了啊。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好像还行吧，没有准备。晚安，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知足美满的生活。下次我们再见了，下次我们在一起聊天，拜拜。